一声巨响，天边炸开一团惊雷，闪电划拉开半边天际，照亮了下河村一间破败的柴房。柴房里的一团影子抽搐了一下，长睫毛颤悠悠地动了动，睁开了眼睛。穆婉婉半撑着坐了起来，感觉到环境不对，眸中绽开凛冽寒光。婉婉，谢谢你研究出来的解毒血清，有了这个东西，我就能治好爸爸的腿。以后爸爸一定会很看重我。至于你，就下地狱吧。实验室轰然爆炸，毁了他的心血，也毁了他对那个家族残存的最后一点眷恋。他抬起自己的手，不再是印象中细嫩修长的模样，而是一双白皙却肥胖的手。天旋地转中，一段陌生的记忆冲入了脑袋。穆婉婉14岁，祖上原是官家，因家中有人犯了事，全家男丁俱流放北韩之地，女眷全部没入奴籍，几经买卖来到平遥府义县。3天前是婚礼，因相貌丑陋吓晕了重病的未来公爹，被村里人一顿羞辱，穆婉婉一时想不开上了吊，再睁开眼就成了他这个同名同姓的人。穿越了，隐约有种共鸣，似乎一半是来自他，一半来自原主。我下去吧，替我找找我弟弟啊，与他团聚。随后他便觉浑身一松，仿佛有什么远去了。既然上天让他重生，他占了原主的身体，就该好好活下去，完成原主的愿望。穆婉婉不再坐以待毙，她肚子里咕噜噜地叫着，已经饿了整整3天了。二嫂，醒醒！我醒着。乔明丽松了口气，将怀里捂着的馍馍从门下递进去。二嫂，你快吃一点，不要饿坏了。二嫂，你且再忍一忍，今儿三叔还不见醒。我听大伯和阿姨商量，说三叔怕是不行了，要叫二哥回来一趟。我爹我娘去城里找二哥，估摸着再过1-2个时辰，二哥就回来了。等二哥回来，阿姨就不会再关着你了。都3天了，瞧，我爹一直没醒，阿姨和大伯没让人去告诉你二哥。大伯说，二哥在码头做工不能耽误，是要扣钱的。要是三叔醒来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二哥白跑一趟，说不定会丢了活，就拦着不让去。家里没钱，二哥的活每个月都能赚1两银子，能让大哥好好在镇上读书。阿姨和大伯不会让他丢了饭碗的。乔明丽，你个贱皮子，你又往柴房里钻什么？死妮子，赔钱货！2声闷响，乔明丽猝不及防挨了2扫帚，连忙抱着手臂往一边躲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。说，你是不是又来柴房里偷柴去烧？这才几月就要烧炕，当自己是城里的少奶奶？阿奶，我没有，你别打我啊！妇人正是乔老爷子的原配白氏。好啊，你还敢给这贱人送吃的？家里的米粮是大风刮来的，是不是？轮得到你拿来做人情？还偷吃的，真是母猪生不出好货！你怎么不去死啊你！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家里人自己都吃不饱，你还敢拿来送外人？
乔明丽被打得眼泪汪汪，小声争辩：“不是外人，她是二哥新娶进门的媳妇，是二嫂。”呸！你巴结着你二哥，都巴结到外人头上来了。我告诉你，就是冲洗用的贱货，一分嫁妆也没有。你二哥看不看得上他还是一回事儿。你一口一个二嫂，叫得亲？哼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以为将来他就会给你添嫁妆？哼，想都别想。老娘还没死，就是死了，名下也还有儿子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他做主。我没有，我没巴结二哥，我就是可怜二嫂。你可怜他，怎么不来可怜可怜我？我是做了什么孽，才让我家老二生出你这么个赔钱货？够了！你敢吼我，穆婉婉，你还有没有一点规矩？反了你了！好，今儿个不教训教训你，以后你不得骑到我这糟老婆子的头上去。他跳着脚，摸着腰间的钥匙就去开门。穆婉婉一出柴房就挣脱了白氏的手，乔明丽一双手上全是红痕，小脸斑驳，哭着躲到他背后去。反了，你这不孝的狗东西，真是皮子痒！胳膊肘往外拐的小贱人！阿奶，我已经嫁给了乔明远，怎么也是乔家的孙媳妇，是乔家的人。你若再打我，传出去，外人会怎么议论乔家？人家会说乔家嫌弃新娶的孙媳妇貌丑，天天关起门来虐待孙媳妇，以后读书人家的脸面就丢到茅坑里去捡不起来了。家里的男娃子都没娶妻，几个妹妹也还没嫁人，这事传出去了，以后谁敢让女儿嫁到乔家来？谁又敢娶乔家的姑娘？哼，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，老娘还省了嫁妆了。那大哥呢？也不娶媳妇了吗？还有，小姑要到明年才出嫁吧？要是被人退了亲，再找好人家就难了。反了你了，轮得到你来教训我？阿奶，听说乔家是读书人家，读书人家都讲道理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那是我。好啊，你个贱蹄子，你这是拐着弯骂老娘不讲道理是不是？好，今儿个我就不跟你讲道理，我打死你！阿奶，我可没这么说，你这样讲话是不是告诉大家你压根儿就没拿自己当乔家人？老娘在乔家几十年，孩子都生了一窝，你说我是不是乔家人？吵，一天到晚没个清静。还不是这两个贱皮子。回去看看老三醒了没。乔老爷子瞪他，白氏心下惴惴，又恨恨地瞪了一眼穆婉婉，终于悻悻走开。这二人一走，穆婉婉和乔明丽终于松了口气。二嫂，都是我不好，你给我送吃的来，我感谢你都来不及，怎么会觉得你错了呢？明丽，怎么一回事啊？娘，这是乔老二的妻子于氏，也是乔明丽的爹娘。明丽，你阿奶又打你了？阿奶惯着二嫂，我给二嫂送了个馒头，
阿奶说我是存心巴结二哥。娘，我没有，我就是可怜二嫂。好了，不要说了。于是脸色微变，下意识地瞥了一眼乔明渊。娘，我不疼的。唉，都是娘没本事，没把你生作男儿身。娘，我不是男娃，阿姨阿奶就不喜欢我。没关系的，我有爹娘疼就好了。再说，我还有二哥疼我。二哥是家里最好的人，二嫂也是最好的人。明月，你阿爷和阿奶也是为了你爹好。先前那阵子，你爹看着确实不太好，倒是说要冲喜。二伯，先去看我爹。乔明渊脸色微白，打断了乔老二，跨过穆婉婉身侧，径直进了院子。穆婉婉瞧见乔明渊连看都不看自己，又是这态度，心立马一沉。他没想跟乔明渊做夫妻，可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旧社会，要是被乔明渊送回去，白家那婆子非把他打死不可。悔婚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寒心。隐隐约约，三房传来乔明渊愤怒的低吼，接着就是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动。于是和乔明丽都听见了。娘，阿爷，我会不会打二哥？我去看看。我也去。两人一前一后进了三房的屋子。乔明渊跪在床前，眼圈湿润。床上躺着一个男人，40多岁的样子，一双眼睛圆睁，胸口剧烈的起伏，眼见着就剩下出的气儿了。四弟妹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我好像听到吵起来了。明渊跟大哥拌了几句嘴，结果三哥犯了病喘不来气。阿奶说要请个郎中，大哥又说天太晚请郎中贵，不肯去。阿爷也同意了，明渊气不过就……三哥太可怜了，明渊也可怜。穆婉婉闻言，愕然地抬头看了一眼床边的乔老爷子。儿子都病得只剩一口气，怎么还听着大房的话，心疼起银钱来了？乡下人都种地，个个皮糙肉厚，乔老大却生得面皮很白，看起来跟乔家人格格不入。明渊呐，不是大伯不想治你爹，家里不宽裕，你也看到了。请个郎中说得500万，更不要说抓药的钱。以你爹如今的身子骨，多拖一天都是受罪，不如让他痛快些去，跟你娘团聚了，他也欢喜得多。家里不宽裕，每月二伯二娘赚1两多银子，交给宫中800文。我在码头做工，一个月800文交500，算起来家里一个月1两多银子的进账。我爹他要早就顶了。若说花销，吃食都是地里的，那么多钱都去哪儿啊？贺小子在镇上读书，每个月的花销就要1两银子，你以为大伯是诓你的？给贺哥读书就有钱，给我爹看病就没钱。阿爷，我爹到底还是不是你的儿子？你就狠着心看着他去死。唉，明渊，你大伯说的对，先前郎中来看的时候就说你爹这病治不好，花再多的银子也是打水漂。阿奶，你说句话。他红着眼睛，满眼都是期盼，这个眼神让一边看着的穆婉婉都觉得心里发酸。清源，就给老三请个郎中吧，你咋忍心让我一个老婆子白发人送黑发人？老婆子，宫中是你在管，你也知道。
我拿我的陪嫁来请，不动宫中的。娘不是早说您老的陪嫁将来都归于宫中，现在要用又说不是宫中的了。行了，你少说2句。爹，我婆娘说的也不错，不过娘铁了心要治，儿子也不好说什么。你决定吧。老二、老四，你们说呢？爹，总不能看着他活生生死在大家跟前吧？爹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我觉得二哥二嫂说的有道理，要不还是请个郎中吧。爹，我们听你的。穆婉婉顿时一阵心寒，这都一家子什么人？儿子兄弟都要死了，竟在这里计较银钱的事。重活一世，他既然遇到了这种事，就不会袖手旁观。快，将他扶起来。明渊。话语哽了一下，他实在是没法叫出口，只得改了称呼。大哥，你若信得过我，就按我说的做，或许还能救救爹。乔明渊愣愣地看着他，此时这丑女人身上散发出强大的气场。都让开一些，开窗户透气。总归是自己的儿子，旁人不疼，白氏还是心疼的。他推开乔老爷子，扑过去将窗户打开，又喊着老二老四家往旁边让让。老三病得这么重，哪里能动的？娘，你不拦着这女人，怎么还跟着胡闹？老三本来还有一口气，说不定给这女人一折腾就没了。要是折腾没了，你可别来怨我。大哥，让他们去折腾，折腾死了就怪不到我们头上了。将爹翻过来，面朝下，你用力拍爹的背，看看能不能让爹咳嗽，越用力越好。阿奶，劳烦您帮我拿双筷子来。二娘，劳烦您带着明丽帮忙烧点热水。二伯，家里有没有水壶？劳烦你帮我找2个，再拿一些布条来。屋子里人太多，其他人就都先出去吧。出去？那怎么行？我们不在眼前看着，谁知道你会不会？都别说了，跟我出去。李氏有些怕，拽着丈夫先出去了。乔老四叹了口气，也带着妻子出了门。唉，贫贱人家百事哀。老三呐，你可别怪我狠心。这些人出去后，屋子里总算空了些，只剩下意识不清的乔老三、乔明渊和穆婉婉3人了。乔明渊照着穆婉婉的指示，一下一下的用力拍着乔老三的后背。只要咳出痰来，就能救。乔明渊如同受到鼓舞，手下更健不停。终于抱着的乔老三痉挛一般的抖了2、3下后，用力的咳了出来。这口痰一出，乔老三明显就能出气了。爹，能不能听到儿子说话？乔老三转了转眼珠，连连眨眼，这意思是说他听见了。这时去拿筷子的白氏也回来了。抱住肩膀，摁住，不要让爹乱动。说着就将筷子头往乔老三的鼻孔里戳去。穆婉婉的手法有章法，只钻了几下，乔老三就觉得鼻子极痒，乔老三就连着打了好几个喷嚏。白氏和乔明渊惊喜地看到这几个喷嚏一打，乔老三的呼吸明显的顺畅起来。儿啊，娘在这儿，娘在这儿。乔老二抱着2个水壶正进屋，走过来一看，乔老三已经睁开了眼，呼吸也正常了。他顿时高兴地跑了出去。爹，你快来，老三醒了，缓过气来了。乔老爷子在院子里本就没走，一时间心情复杂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大房四房也进来了。真是菩萨保佑，醒来就好，
醒来就好。李氏撇了撇嘴，眸色阴暗。总这么拖着，还不知道要花多少银钱呢，真不知道有什么值得高兴的。怎么又进来了？阿爷留下，其他人没事就出去。我爹喘不过气来，人多对他不好。咳了痰出来后，他明显意识恢复了很多，此时已疲倦地睡着了。二伯、二娘、明丽，你们也去休息吧。如果有事，明渊会去请你们的。啊，我们就在隔壁屋子，要是有事儿，你就大声喊二娘，不要跟二娘客气。好，大哥，将爹放下吧。明丽端了热水来，你给爹擦一擦脸和衣服。我来吧。阿奶，你也累了一晚上了，快去歇着吧，我来就可以了啊。大哥，爹的病不能没有药，你出去找找看有没有适用的。我不会认药。婉婉，你是叫婉婉吧？你会认药？认得一些。明渊呐，你拎着马灯，带着婉婉去寻药，让阿奶来照顾你爹。我去请二伯来帮忙看着。怎么，你还怕阿爷害了你爹不成？他是你爹，也是我的儿子，我难不成还会盼着他死？阿爷想哪里去了？大哥是担心您年纪大了吃不消，二伯年轻力壮的，让他来看顾最合适。这样吧，阿爷阿奶都去休息，我去请二伯二娘来照顾爹。此时已是夜深人静，偶尔传来几声乡间虫鸣，乔明渊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。两人名义上是夫妻，实则今天是第一次见面，没什么话说。今天多谢你了。成婚的事，方才阿爷和阿奶跟我说了，嫁到我们乔家来，你心里也是不愿意的吧？外人都说乔家是个好人家，可实际上，你刚刚都看到了，在这个家里，阿爷的心偏的是没边的。以后的日子，可能少不得有更多的委屈给你受。你要是想走，我可以给你写一封放弃书。穆婉婉摇摇头，她眼珠转着，不，先留在乔家，等安稳后，她会想一个既不被送回去所谓娘家，又能自由脱身的法子的。大哥，你别撵我走，我要是回了白家会被打死的。你不走也好。穆婉婉会医术，说不定有她在乔家，爹能得救。我这几天不在，听明丽说你一直被关在柴房，对不住你了。听媒人说你才14岁，我今年16，比你虚长2岁。我们成了亲，就算是一家人，我们都还小，圆房的事情不着急。以后你若愿意的话，便叫我一声哥哥，我也定把你当妹妹看待。我家的情形你也看到了，我爹病得不轻，不知道还能活多久。我对你只有一个请求，希望我爹还在时，你能对他好些，让老人了了心愿。就算是走，也放心一些。等我爹走了，你要是想走，我也不会强留你。你要是想留，我不会亏待你，你永远是我妹子。至于他，乔明渊垂眼，他这一辈子必定不会乐意窝在这儿的。以后若是遇到喜欢的人，他也断不会委屈了他自己。给他正妻之位无妨，大不了他开门纳妾便是。哦，对了，你饿了吧？我去给你煮碗面条。他不说还好，话音未落，穆婉婉的肚子咕噜噜地响了起来。多谢大哥。乔明渊进了灶房，这会儿黑黢瞎火的，也没个亮。
明渊，你找什么？二娘，家里的面呢？怎么没了？我和婉婉都饿了。你带回来的那些面收起来了。平日里大家都吃稀饭馍馍，你阿奶说要留给明鹤回来吃。他在镇上读书，吃面是吃惯了，回家来吃面疙瘩会不习惯。鹤哥的身子金贵，可明丽他们也在长身子，老是吃稀饭馍馍，怎么长高长壮？算了，我在码头卖的饭还有些剩的，我给你端来，对付着吃点儿，垫垫肚子。多谢二娘。乔明渊闷声站着，若是平时他多半扭头就回屋了，可今天穆婉婉刚救了他爹，他总不能让那姑娘一直饿肚子。婉婉那孩子长相是不太好，但心眼还不错。二娘看他今晚救你爹时不慌不忙，是个聪明的。你再不想娶，如今也拜了堂。二娘，这事我有主意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做糊涂事的。你这孩子从小就不让人操心，二娘自然放心你，就是怕你觉得委屈。既然进了我乔家的门，以后就是我的人，只要他不委屈，我就不委屈。那就好，快回去吧，婉婉饿了3天，怕是都饿坏了。多谢二娘。饿了3天，也就是进了家门就没吃过乔家一口饭，即使这样，他还是愿意伸出援手救他爹。他笑了笑，看来他乔明渊运气也不错，老天爷总算长了眼睛。没有找到面，给你盛了一些饭，你先吃。吃完了饭，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，听听你的意思。穆婉婉狐疑地看了看他，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。你会医术又会认药，自然是识字的。你叫婉婉，是哪2个字？穆婉婉，羡慕的慕，婉物青丝若，千峰草蔓长的那个婉。你读过书？穆婉婉点了点头。你既能读书，家底想来不弱，怎么会？我是白家买去的，来这儿也是被卖过来的。婉婉，你学过医？我会一点儿。我祖上是学医的，我小时候看得多听得多了，一些简单的病我能治。乔明渊闻言看了一眼他的脸，这不是一张好看的脸。既然自己会治病，为何不肯治一下自己的脸？他满腔疑惑，却又不敢问。木婉婉的，他装作不知道乔明渊的心思，羞愧一般的低下头。婉婉，爹这里有我守着，你回屋去歇息吧。先前成婚的时候，东房是做的新房，二娘和四娘帮着布置过。你要是想洗个澡，我去帮你烧点水。刚才出了一身汗，怕是会难受。不用，我用冷水冲一下就可以了。秋了，天凉。乔明渊笑了笑，示意穆婉婉跟着他。他将穆婉婉领到东房，又转身去灶房忙碌起来。穆婉婉目送他离开，忍不住有些感慨。这乔明渊真的只有16岁吗？这沉稳劲儿，比起他这个活了2辈子的人都不差。他现在有了随身的实验室，从前他常年待在实验室里，在药房旁边的屋子里还有他的起居室，里面卫生间、厨房、卧房应有尽有，是他的另一个家。乔明渊推开门闯了进来。大哥？你没事啊？我喊了半天都没听到你应声，
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儿，本想去请二娘过来看看，她又已经歇下了，我没办法，这才闯进来。我刚刚睡着了。没出事就好，没出事就好。于是要早起去码头卖饭，鸡鸣时分就起来忙活，在灶房里做饭做菜。哇，二娘，你好厉害啊！乔明丽也起来帮忙，见她来了，小姑娘十分高兴。二嫂，你也来灶房帮忙吗？你这孩子太不懂事，新娘子刚来婆家，第1个月都是不干活的，会坏了老祖宗的规矩。什么规矩啊？老祖宗说的，新娘子刚到婆家就干活，一辈子都是劳碌的命。才不是这样了，那是因为女人一旦嫁了人，以后一辈子都要操劳，所以第1个月先让我们闲着，这叫先给个甜枣，以后就全是巴掌了。你这孩子又胡说。婉婉，你刚来乔家，你公爹一直病着，阿奶迁怒于你，你不要跟他计较。人呐，要看开一点，才能活得开心。乔家是读书人家，家里规矩也比其他人家多一点。在这个家里，男人的事情我们不能管，也最好不要问。家里有40多亩地，农耕时男人们会放下手里的活儿下地，我们女人下地的时间少，中公的事情就全靠我们。家里有4房人，除了你们3房外，平日里都是你大娘、我、4娘轮流着来。阿奶年纪大了，干不动灶房的活计。阿奶干活的时候干不了，打人的时候有的是力气。你个小妮子，再说我长嘴了。于是瞪他，乔明丽低下头。二嫂又不是外人，我才说的，我知道错了。阿奶是老人，不能说她。大娘才是真的过分，平日里就欺负我们2房的人老实。大娘应该不会来灶房干活的吧？你大伯是读书人，总说做这些有辱斯文，他自己也不下地的，他是同生老爷。你大娘自然也不是一般人，所以平日里中公的活儿就是我和你4娘在干。那大伯家平日里做什么？等着吃饭呗。让你不要再说，给你爹听见了，非揍你不可。你是要挨了打才长记性是不是？二娘，你不要听明丽胡说八道。你大伯平日里在村里的私塾教书，你大娘会做一些绣品拿到镇子上去卖，也不真的是等着吃饭而已。不过你现在嫁过来了，3房也算是有人了，以后中公的活儿你要跟着分担。我们是1人1天的轮着来，今天是你4娘，明天是我，到你大娘干活的那一天，一般就是我和你4娘一起干。等这个月过了，下月开始，我会带着你先熟悉一下灶房的活儿。好，都听二娘安排。也不用等下月，我没有娘家，没那么多规矩的。还是按规矩来吧，以后难得。二嫂也真是的，既然婉婉有心，就让她一起来吧。婉婉，你会做菜吧？今天就先跟着我，好好练练手。4娘，我不会做菜。哎呦，那不正好学一下吗？我刚来乔家的时候啊，我也不会呢。婉婉连门都还没回，
哪有让人干活的道理？传出去怕是要笑掉乡亲们的大牙。罗氏，你再诓着婉婉帮忙，自己偷懒耍滑，我跟娘说去。乔家呀，早就是村里的笑柄了。哼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你也是乔家人，别人笑婉婉，自然会笑你。于是懒得理他，将穆婉婉推出灶房。今儿是回门的日子，你去喊明渊起来，让他跟你去一趟白家，免得被人当成笑话看。死丫头，真是一点忙都不肯帮。你们一家都去，整天抛头露面的，我看将来哪个肯要你。爹，你醒了？胸口还闷吗？丑是丑了点，但昨晚自己能活过来全靠这姑娘。看乔明渊也不算格外抵触这婚事，他终于看开了些。我还好，就是胸口像压着一块石头，难受的紧，怕是活不了几天了。爹，你放心，婉婉昨晚给你诊了脉，说你的病问题不大，只要你自己看开一点，不要思虑过重，慢慢调理，很快就会好的。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。乔老三摇头，穆婉婉才10几岁，能有什么了不得的医术？先前那些大夫都说了，他腿断的时候没处理好，以至于五脏六腑都是毒，能留到现在都是捡到的命，他哪里敢奢望好起来？再则一副药就是天价，他哪里吃得起？昨天采来的药，再给爹煎上，让爹喝一碗。已经煎了。穆婉婉站起身来，她一边慢悠悠地走过去拿碗，一边凝神在实验室里捣鼓，取了2颗抗生素，2颗消炎药，将药丢在药碗里，她才喂给乔老三。爹，你要振作起来，大哥做账房已经很辛苦了，你别让他太担心你了。这番话勾动了乔老三的心，他眼中含着泪，想起亡妻和自己断掉腿后乔明渊过的日子，乔老三的脸上就涌出了愧疚心疼之色。乔明渊煎了药哄着乔老三喝已有半天，可这个固执的老人似乎一心求死，根本不配合。没想到穆婉婉只说了几句话，就完全扭转了乔老三的态度。乔明渊带着他去了乔家院子的正厅，一家人已经齐齐整整地坐着，2人来得最晚。哼，有些人就是金贵啊，吃个早饭还要人3请4请，当自己是城里的大少爷大少奶奶呢。明渊，怎么来那么晚？是不是你爹犯病了？没有，我爹喝了药睡下了，之后就没犯病。喝药？喝的什么药？娘，昨晚还是请了大夫来的，是不是？花了多少银钱？娘，你糊涂啊！老三的病就是个烧钱的窟窿，根本填不满的。一副药最少也要300-400文吧？哪个郎中来不是一次要开3副药？哎呦，这1两银子不是打水漂了？明鹤在镇上读书，昨儿还来信说10月就要交束修了。学馆新修了一座藏书楼，先生们商量下来，束修要涨，让备10两银子。你将这钱挪用了，让明鹤怎么办？咱们家里能有出息的就他一个，以后全家都还指着他过日子。要是被学馆退了学，哎呀，我也不活了。爹，总不能让明鹤退学吧？上次束修才涨，这一次又要10两银子，实在不行，让明鹤换一家学馆吧。那不行，修文学馆是清河镇最好的学馆。老婆子，中宫还有多少钱？满打满算6两银子吧，算上明渊成婚，乡亲们送的礼，凑个8两银子没什么问题。乔明渊的脸猛地一白，
乔家人不是跟他说家里1两银子都拿不出来了吗？他们还说，之所以没有娶他自小定亲的未婚妻，是因为对方家要彩礼太高，家里拿不出。原来不是家里没钱，而是爹的命，他的人生在乔家人的眼里都比不上乔明鹤的前途要紧呢。一时间，乔明渊便觉得委屈至极，眼圈微红。明儿你进城去，将家里那一套银器当了，换个5两银子回来。那套银器是老祖宗留下的最值钱的了。娘，等以后明鹤当上了大官，咱们要什么样的银器买不到？到时候啊，就让明鹤给您老买一整套最好的。白氏疼乔老大，也偏疼他一些，顿时眉开眼笑。娘，老三那病是看不好的，吃完了这几副药，您可别再犯糊涂了。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，也经不起这么折腾的。大伯这话我就不明白了，合着家里人人的命都值钱，就我爹的命不值钱啊？这人还没断气呢，就想着给我爹留棺材本儿。人在做天在看，我爹也是姓乔的，你就不怕老祖宗们在九泉之下看了生气啊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明渊，你也不管管你媳妇儿。乔明渊没吭声，穆婉婉这话是一点都没错，合着这个家里都盼着他爹早点死呢。见他不说话，乔老大更生气。什么叫老三的命不值钱？老三这么多年一直瘫在床上，三房颗粒无收，家里谁抛弃他了？还不是这一大家子在养着他。大伯这话说的不实诚，我爹是瘫了几年，家里也养了他几年没错，可明渊这2年在镇上做工，赚来的钱没一分藏私的吧？他看得明白，乔明渊是个不太为自己说话的人，若他再不替乔明渊开口，以后三房就真的要被拿捏得死死的。我昨儿还听明渊说，他每个月做账房，赚1两，交给中公800文，就剩下那200文，还用来给家里添些粉面，自己可一口都没落着过。不说明渊，就说我爹，他后来断了腿是不假，可从前他身子好的时候，每个月进山打猎得来的银子没给自己藏过1分吧。反倒是大伯你，听说大伯向来读书好啊，一直是念书的，大房门营生，里里外外都是其他几房出钱出力。唉，要论起银钱的理儿啊，怕是说出10里路，谁都不会说我们三房一句不是呢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懂什么？等我将来高中，自然能够回报咱们家的。老大念书不比种地轻松，你以为考上举人老爷是很容易的事情？我知道读书辛苦，既然辛苦，不如大伯跟明渊换换，让明渊去读书啊。一本旧书都能反复翻开，要不是乔家人不允许，恐怕乔明渊比谁都喜欢读书。我们明渊是年轻人，吃点苦头，想必他是十分乐意的。行，我算是知道了。明渊，穆氏这些话是你教他说的吧？他一个刚来乔家的野丫头，知道什么读书不读书的？你若是不想着替明鹤出些力，就明着跟我们说，都是一家人，别给我整这些弯弯拐拐的。你小时候我教你读书，难道我没教过你君子立德的道理？哼，我还当是怎么一回事。明渊长大了，心思也跟着多了。明渊，这真的是你的主意？乔明渊坐在那儿，什么话都没说，眼中露出几丝悲戚。他垂下眼，一时间心中百感交集。我说的这些可不是明渊教我说的，虽说我刚来乔家，还不是很清楚家里是什么情况，但是10里8乡的邻居眼睛都是雪亮的，
一路走来，早听过不少。人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，这些年来，明月没少跟家里报恩，不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道理，大伯比我们懂吧？别人是这么说的。还真巧了，乔老爷子一辈子别的不爱，就爱这张脸。若旁人真如此议论乔家，他这张老脸就挂不住了。我都是听来的。阿姨，要是说错了，您老不要跟我一般见识啊。这些年为了大房，他并非不清楚自己亏待了其他几房，只是大家都没怨言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落在旁人的眼睛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明渊，你爹的病等缓过来这阵子，阿爷就请郎中来照看。用不着了，阿姨，还是贺哥读书要紧。大伯说的对，不要浪费家里的银钱了。穆婉婉说了，爹要心情放平和才能好起来，与其让阿爷找郎中看病，还不如相信穆婉婉。明渊，你也不要担心，你爹是个有福气的，将来肯定长命百岁。娘，你不知道婉婉有多贤惠，今儿一早上起来，我就听她跟二嫂说，从明天起她也来中宫帮忙做事。哎呀，明渊能娶到这样贤惠的媳妇儿，依我看啊，全是爹娘操持有方。婉婉是三房的人，以后你们分着做灶房里的活儿，自然最好。一家人嘛，就要和和气气的，力气都往一处使，这日子才会越过越好。是，老头子，喝了稀饭早些下地，回来就早些。阿奶，今天已经是婉婉嫁过来的第4天了，我昨儿不在，今天应该带着她回门。这都已经4天了，还回什么呀？提起回门，白氏又来气了。回门？回什么门？白家是给了嫁妆还是办了酒席了？你们回门去喝人家的洗脚水是不是？还要我们乔家出钱出礼，想都别想。穆婉婉是被卖过来的，一分嫁妆都没有，白氏当时就气得不轻。他原本想着3两银子将人买过来，白家再不济陪嫁也会送几床被褥的。结果真好，那穆婉婉进门时是空着手来的，10里8乡指不定怎么笑话他乔家呢。娘，你别生气。明月，那白家不是婉婉的娘家，是没有回去的规矩的。穆婉婉这一次倒是同意白氏和李氏的说法，她本就不想去见白家人，能不去自然不去。大哥，那就不去了吧。阿奶，我该准备什么？我说了，不准去就是不准去。你要是敢去，我打断你的腿。明月，快跟你阿奶认错。明月，你今天实在是太不懂事，气了你大爷又来气你阿奶，难得回家一趟就不能安生吗？白家连契书都给了我们家，说人卖过来死都是乔家的鬼，你当那种人家是哪门子的娘家？你别给我们找麻烦事儿，吃饱了就回你的屋里去。一时间一屋子的人都在指责乔明渊不懂事，穆婉婉待不下去了，他站起身来，拉起乔明渊就往外走。婉婉，对不起。乔明渊忽然开口：大哥，没事的，阿姨说的对，我本来就是乔家买来冲喜的，回不回门并不重要。我知道你是买来的，但你进了乔家的门，就是我三房的媳妇儿，这些是应该的。大哥，这人真好。穆婉婉眼圈微红。不能回门，这事儿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欠你的。方才阿爷说的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契书
我回头就去找阿爷要了来，拿到镇上替你消了奴籍，入我乔家的户。谢谢大哥。乔明渊心里这才好受了一些。大哥，明丽说你在镇上做账房，不好跟东家请假。你这次回来要待几天啊？待3天吧。我每个月可以请2天的假，我有好几个月没回来了。这次多休息1天，东家不会怪我的。哦，这会儿还早，我打算去芦苇荡里割些芦苇回来，给你做一件蓑衣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爹的药你看需要什么，我也顺便一起挖了回来。好。乔明渊背了个背篓，拿了镰刀走在前面，穆婉婉跟着他，两人一起往水边走去。两人一直走到水边，才有个17、18岁的壮士青年捶了乔明渊一拳。哼，你小子娶了媳妇儿，又难得回家，怎么不好好在家里待着就出来了？弟妹，你们这是要摸鱼去吗？这是乔明景。乔明渊看见这青年，心情格外好。这是七祖奶奶的曾孙子，是我堂哥，你喊景哥。景哥。穆婉婉顺从地打招呼，乔明景点点头。摸鱼的话算我一份啊，我祖奶总说我摸的鱼不肥，瞧不上我的手艺。行了你，我今天不摸鱼，我是来割点芦苇，顺便给我爹采药的。采药就你？你要是会认药，我把名字倒过来写。婉婉会认。不可能，他要是会认，怎么还长了一脸的疙瘩啊？弟妹，对不起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我也不是嘲笑你，我就是不信他说的。其实你长得他说到这儿，自己又接不下去了。没关系，我长得不好看，我知道的。哎呀，算了，说不清楚。走吧，我跟你去割芦苇，全当是我赔礼道歉。这还差不多。跟乔明景一起，乔明渊似乎也有些孩子气。两个男人走在前面，穆婉婉跟在后面，瞧见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笑，不由也翘起了嘴角。你请坐着歇一会儿。大哥，一会儿还要采药，少割一点，不好背。不怕，这不是有帮手吗？你小子跟小时候一样，坏心眼贼多。你还真敢使唤我，信不信我摔你个落水王八？弟妹，以后在10里8村的，谁要敢欺负你，你只管报我乔明景的名字。放心，你是明渊的人，我乔明景罩着你。以后我不在家，你有什么体力活干不动的，就去七祖奶奶家请阿景来帮忙啊。穆婉婉点了点头，心中暖暖的。乔明渊和乔明景两人动作很快，不多时，水边的河滩上就堆了一大堆芦苇。会不会太多了？弟妹这一看就不会编蓑衣，这芦苇啊是湿的，要晒干了才能做。现在看起来多，等干了就不多，更何况还要去掉外面的皮，取芦苇的芯儿呢。放心，阿景是练家子，他背得动。少废话，芦苇给你割了啊，帮你背回去我也认了。我祖奶奶要吃鱼，你帮我逮2条让我交差。行，依你。这一刻，乔明渊仿佛发着光，让他瞧得有点呆。自小明渊这小子就得姑娘们眼缘，村子里的小姑娘们都说他长得好。弟妹，以后你可要将他看紧一些，别让他被外面的野花野草迷了眼睛。穆婉婉闹了个大红脸，她忙收回目光，一扭头还真瞧见不远处几个女孩子正推推嚷嚷地往这边看，目光都是落在乔明渊身上。自然他们也都看见了穆婉婉，几个女孩子脸上难掩厌恶之色。隔了好半天，乔明渊手中的长杆一起一落，杆子上已串上了一条肥鱼。走吧，
去哪里采药？边走边看，有些药在山里，恐怕得进山。要进山？那我叫阿景回来。山里林深叶茂，以前也有大虫伤过人的。我们不进山里，在外面一圈找一找就好。好。等两人从河边走到山上时，大半个时辰都过去了。背篓里背了一小筐的药，一些是治乔老三的，还有一些是穆婉婉用来治他的脸和调理身体的。两人一路从山上下来，不过一天的相处，穆婉婉对乔明渊已是十分信任，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。大哥，你在城里做账房，平日里忙不忙？一般是很忙。怎么？没什么。大哥喜欢读书，要是闲下来时，是不是可以看看书？不过我没有书可看，家里有一本幼学琼林，那还是我小时候我爹省吃俭用给我买的。码头那边有一本论语，那是我去书斋誊抄的。书斋？镇上的书斋，我要是不忙的时候会过去。林老板人很好，他准我在那边看书，我也替他抄书。只是我的字写的不好，给的价不高。大哥，你是不是也想去参加科举？我不成的，要参加科举得很有学问才行。再说不去学馆读书，我连考场的大门都进不去。那就去学馆啊。学馆很贵的，像贺哥读的修文学馆，一年的束修是10两银子。大哥，我供你啊。傻子。乔明渊被他冲口而出的话逗乐了，他不自觉地抬手轻轻摸了摸穆婉婉的脑袋。我供你啊。脑袋里瞬间闪过穆婉婉的这句话，乔明渊便觉得心里暖暖的，忍不住勾起了嘴角。他看着前方路，一下子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力气。他暗暗发誓，总有一天他会真的走进学堂，做乔明鹤做不到的事情，做他大伯一辈子都没做成的事情。两人一前一后的走着，很快就进了村子里。走到村口时，迎面就撞上了一个老人，这是下河村的乔家的族长乔慕白。祖爷。昨天晚上回来的。是。祖爷是要去哪里？到村头祠堂去。原本是要去乔家的，正好遇到了你，你随我同去。正好你媳妇儿该列入乔家的宗谱上。是，劳烦祖爷等我片刻，我把东西背回去。让你媳妇儿背回去吧。祖爷说的对，大哥，让我背回去吧，我正好多走走，对身体好。他跟乔族长打了招呼就往家里走，乔明渊目送他走开，才与乔族长一同去往宗祠。这日子真快啊，一晃眼明渊都16了，娶媳妇儿了。可不是，这奶娃子家的就跟地里的韭菜苗一样，一波一波的长。别说明渊，你家小红子不是也在一起了吗？我家红儿哪能跟明渊比呀？明渊是读过书的。话头说到这里，大家不约而同的住口，互相看了看，眼中都露出几分意味深长的笑。读过书的又怎样？临到头了，还不是得娶个乡野粗妇，且是个寡妇。明渊也真是委屈。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明渊呐，大家都知道了你的委屈，那穆氏是有些配不上你。当初祖爷也劝过你阿爷，可他们也没法子。如今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别再想那么多，先把眼前这一关过了吧。你爹那身子骨你也知道，有点喜事儿或许还能再拖个1-2年，
他总要亲眼看着你娶妻生子，这眼睛才闭得上啊。祖爷，我知道轻重，婉婉挺好的。啊，对了，你还在镇上做账房，书有没有继续读啊？偶尔能去书斋看看。明渊，你聪明又勤奋，当初在学堂读书的时候我就看出来，论起读书的本事，明鹤比不上你。哎，要不是出了那事儿。祖爷，家里没那个条件，我都不计较了，你也别梗在心里啊。读书，如果能读书的话，他大概会什么都愿意做。到了家里，放下背篓，乔老爷子正在院子里的水井边打水洗脚。你不是跟着明渊一块出去的吗？他人呢？阿姨，祖爷找他有事，他去了祠堂。乔老爷子一听，脸就垮了，他是不明白其中的纠扯。明渊去找他祖爷了，又去找那老东西做什么？仗着自己是族长，就可以随便干预我们家的家务事？到底是谁给他脸？走到十里八乡说理，让大家评评，他乔慕白还有道理了不成？阿奶，不是明渊去找祖爷，只是路上遇见。哼，那老东西又说什么？族长说我嫁到乔家来，还没上族谱。我呸！谁让他咸吃萝卜淡操心？你是嫁到我乔家来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是买来的，没资格上乔家的宗谱。老大，你去将明渊给我拖回来，我倒要问问这混小子，到底是谁给他的胆子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他就自己做主了。说着，白氏就风风火火地回了堂屋。不多时，连着乔老爷子、白氏、乔老四等人都一同出去了。穆婉婉被晾在原地，缓了缓，才觉得自己又给乔明渊添了麻烦。可这麻烦是什么，他都糊里糊涂的。啊，怎么都走了？我不清楚。方才院子里的争执，乔老三早就听见了。唉，乔老三重重叹了口气。明渊跟祖爷去了宗祠。阿姨和阿奶知道了，不知怎么就生起气来。爹，阿姨和祖爷不和吗？祖爷是族长，看着人还挺和善的。唉，由着他们去折腾吧。有些人呐，这辈子都遂了人家的愿，总还是不满足啊。我扶您起来。这些年来，乔老三没能得到很好的照顾，身体萎缩得厉害。唉，我好多年没这样坐起来了，一晃好多年，清水河还是那么清凉，浑浊的好像只是故去的人心。你要是想出去走走，我带你去吹吹风。你不成的，连明渊都背不动我。穆婉婉笑而不语。两人说着话，外面吵吵闹闹的，乔家人回来了。乔明渊跟在最后进门，进了院子，他就直接回了三房。大哥，我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？无妨，族谱上已经上了名儿，你不要担心。祖爷给我开了个条，我刚刚又去了一趟李正家，李正也给我写了手书。你不是想要进城看看吗？等二伯和二娘回来，我带你进城，顺便去县城里将你的户籍办好。阿爷他们，阿爷同意了的。怎么可能？穆婉婉张大了嘴巴，瞧着先前白氏出去的态度，
压根就不想承认他是乔家的孙媳妇，哪会轻易就将卖身契还了给他？明渊，你又答应了你大伯什么条件？以后我赚的银子我都不领了，让大伯直接去码头之用。婉婉总不能一直是奴籍，他如今是我们三房的人，传出去像什么话？再者，我也是担心，万一哪一天我不在，家里缺钱了，大娘会让阿奶他们卖掉婉婉。哎，你糊涂！你把钱都给了大房，以后你吃什么用什么？我吃住都在码头，也花不了什么钱，只是原本还想着攒些钱给爹买根人参的，眼下怕是不成了。渊儿，你不是一心想读书？爹，我不读了。爹，你不要生气，你以前不是总跟娘说，人这一辈子多的是可以走的路吗？不读书就不读书吧，啊，反正我也好几年没有读了。你看二伯不念书，不也活得好好的吗？啊！乔老三不听，只是捶着自己的腿嚎啕大哭。却是一直站在旁边的穆婉婉直直地跪了下去，重重地给两人磕了一个头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大哥，谢谢你。他是真的感激，他知道古代奴籍的人生会很艰难，原主的前半生便是坎坎坷坷，正因为如此，他想要自由的心才是强烈的。现在乔明渊不惜放弃了最后一丝可能读书的机会，还要倾尽所有帮助大房的儿子读书，这份恩情已经不单单是一句谢谢能表达的。穆婉婉心中激荡，伏在地上，泪珠不断地落了下来。这个头他替原主磕，这份情他以后来还。从这一刻起，穆婉婉是真的将三房的两人当成了自己的亲人，他暗暗发誓，这辈子只要他在，谁都别想欺负了他们。不就是读书吗？他供得起。大哥，我先前说的话不是跟你说笑，你想读书，他们不供你，我供你。今儿事情还多，等乔老二两口子来，就领着穆婉婉出了门。他先到堂屋去要了穆婉婉的卖身契，少不得白氏一阵埋怨，最后还是乔老爷子说了句什么，白氏才不吭声。大房两口子心情却好，尤其是乔老大，说是合不拢嘴都不为过。明渊，路不好走，你们赶着牛车去。你们还没吃饭吧？到了镇子上买几个包子吃。趁着里面的人不注意，将10几个还带着油星的铜板塞到乔明渊的手里。二娘，不用，我有。跟二娘不用客气，快收着，别给他们看见。多谢。乔明渊点头，领着穆婉婉去了村口。劳碌叔，我们搭个车。乔明渊给了他12个铜板，壮汉掂着铜板笑。好嘞，元哥倒是明理儿。行，都让个地方。元哥带着媳妇儿进城，给他媳妇儿让个座。这是穆婉婉第一次坐乡下的牛车，路不平，牛车格外颠簸。元哥啊，你们进城去干什么？婉婉想去看看。陈四婶子，你们这是进城去赶场吗？可不是，我家翠花一直吵着要买新衣服，二牛又闹着要吃桂花糕，鬼娃娃馋得人心烦。这个年纪的孩子都喜欢甜食，我家明丽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。说起明丽，那孩子也12岁了，明年是不是该说亲了？有没有中意的人家？已经定了亲了，是河坝村的杨家小子。哦，
穆婉婉听了啧舌，乔明丽才12岁就已经定了亲，古代成婚的时间未免太早，搁现代这根本是骇人听闻的新闻。清水镇不算小，穆婉婉一路走一路流星街上，乔明渊他还惦记着要给穆婉婉扯一些布料做衣服的事情，又去了布庄。乔明渊算了算兜里的钱，最终买了10尺布。给你做一身衣服，再给爹做一身，阿爷和阿奶也要，剩下的都给二伯和二娘。阿爷和阿奶的心啊，都偏得没边儿了。那也是没法子的事儿。婉婉，你以后要在家里生活，日日都要跟阿爷和阿奶面对面的，跟阿奶硬碰硬是没有好处的。其实阿奶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你以后会知道的。穆婉婉嘟嘴，只是乔明渊都这样说了，他便不会反驳。大哥，你真好。有什么好的？我要是有本事，早就将爹接到镇上来了。你会有本事的，大哥，你是个好人，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，爹很相信你，我也相信你的。傻子，从未有人这样对他说过，哪怕是爹都不曾这样鼓励过他。还有什么要买的？我们去药铺看看，给爹治病还需要几味药，我在山里没采到，得去药铺买。就去那家，可好？他们家最大，想来药也是齐全的。乔明渊踟蹰地看了看那家医馆，那是城里最好的金医堂，只抓几味药，价格都不便宜。可想起爹的病，乔明渊还是咬了咬牙，带着穆婉婉进去了。金医堂里有3个坐诊的郎中，分3间诊室，熟悉的病人会直接去找3位郎中，不熟悉金医堂的也没关系，每天3个郎中会轮换着在大堂坐诊。穆婉婉径直走到学童跟前。方子，请问嫩前虎1钱，清水豆卷、水蛭桑、金银花、连翘壳、光杏仁各3两，象贝粉1钱，黑山栀和生甘草1钱，这一副药是多少钱？没方子？没方子那有钱没有？没钱来抓什么药？没钱就不能来抓药了吗？问你这副药是多少钱，你好歹报个价，我听了心里掂量，能买就买，买不起我自己想办法。一副400文。那如果我只要水蛭桑和嫩前胡呢？只买2味药？只买2味药能治什么？你别砸了我们的招牌啊！我看你呀，就是存心来捣乱的。去，出去！长得5大3粗的丑样，别污了我的眼。走。说话间，学童手脚并用，将2人撵出了金医堂。狗眼看人低。要不去旁边那家药店问问。在金医堂不远处还开着一家药铺，不过有金医堂在旁边镇着，这家叫百草堂的药铺门前寥落，铺子里的掌柜更是在坐着打哈欠。掌柜的，水蛭桑3钱，嫩前胡1钱，要多少钱啊？只要这2味药。是谁要用药？是治的什么病？是给我爹抓的，他是肺热之症，家里现在已经有了别的几味药，就缺这2味而已。肺热是什么症状？小姑娘，须知肺热之症也有多种，有风热犯肺引起的，有邪热内结引起的，还有痰热壅肺导致的。是肺胃郁热之症，常年卧床，故有此病。你会医？秋实已是吃了一惊，小姑娘年纪不大，一张嘴却像是习医数年的老成口吻。会一点，大夫，
这2味药要多少银钱？20文。才20文，比起对面金一堂的400文，这可是便宜得很了。穆婉婉踮着脚尖看着秋实背后的药箱子，终于问出了他最想问的话。大夫，你这收不收药材？我会认药，想采一些药材卖出银钱来补贴家用。收，不过我只收品相好的。好，等我找到好药材，我送来给你。出了百草堂，穆婉婉脸上的笑就没停过。婉婉，你真的要采药来卖给掌柜的？大哥，我想过了，我没什么手艺，能认一些药，好歹也能赚些银子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要供大哥你读书。大哥，你不要拒绝，更不要有压力。我也是为了我自己啊。你看，我长得不好看，将来要是离开萧家，恐怕没有人愿意娶我。可我有一个做大官的大哥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娶我的人肯定会排好长一条街。乔明渊被他的话逗笑起来，直到此刻他才开始相信穆婉婉的决心。我们一起努力。侧头看着身边的女孩，看的次数多了，好像这张脸似乎也不那么丑了。他抬手摸了摸穆婉婉的头发，同样的，摸的次数多了，似乎越来越顺手。事情都办妥了，两人又坐着牛车回下河村。一来一去，到家时太阳都落山了。我说这一下午都没见着人，是去哪里野了？家里人个个都下地，你们倒好，干活的时候找不到人，吃饭的时候倒是赶得巧。阿奶，大哥带我进城去看看。你看，大哥给你和阿爷买了布料。瞧见那蓝色的料子，所有骂人的话都一下子收了，脸上绽开笑容。明渊有心了。明渊就是嘴巴笨，心里一直念叨着阿爷阿奶年纪大了，平日里照顾我爹又辛苦，自己都没舍得买一件新衣，这不进城一趟怎么都得给阿奶带点东西。好孩子，好孩子。几人说着话，李氏从大房出来。哟，明渊去镇上买东西了，你哪来的银钱？先前还说没半分私心，这不还藏着掖着的吗？明渊，你哪来的银子？刚结的工钱，交了宫中的还剩下几百文，原想给我爹抓药，但婉婉说用不上，就没抓。大娘，以后就没了，我的工钱让大伯去结，家里要买什么就劳烦大娘去操心了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明渊你可别误会啊。娘，明渊有孝心，他给你带了布料来，你就收着吧。正好爹那一身衣衫穿了好久，咱给爹做一身新衣，走亲戚串门子的，爹也有面子不是？白氏连连点头，接了乔明渊递过来的布料，喜滋滋地进了屋。两人也回了三房。罗氏知晓了今天乔明渊去了一趟镇上，回来给乔老爷子和白氏二房两口子都带了布料，想着大房以后可以去领乔明渊的工钱，如今二房也得了好处，唯独他们四房什么都没落下，不免一阵气结。我真是瞎了眼，才跟了你个没出息的。大哥大嫂精明就罢了，二哥二嫂两口子平日里一声不响的，没想到心眼也多着。就你是心眼，活干的最多，饭吃的最少，连带着自己妻儿都跟着受气。你够了，整天盯着一孩子兜里的东西，你羞不羞？我整天盯着，乔老四，你眼睛是瞎的是不是？
我为你生儿育女，在你眼里我罗云英就是这样的人。我是拿了三房吃的还是割的了？好了，等忙完了秋收，我带你去镇上买啊。乔老四就是这点好，不管在外面多门生，回到自家屋子里，疼婆娘又愿意放下架子。罗氏被他抱着哄，心底的气慢慢散了。你还不回屋歇着？打算做到什么时候？儿子难得回来，这2天在主屋陪你。我不用你陪，今天喝了1天药，我觉着比前些天爽朗了很多。你刚刚成婚，前几天都没回来，是不知情，还能理解。这都回来了，还是不回新房，让人新媳妇怎么想？晚晚是你自己去宗祠上了宗谱的，那就得当一回事儿。回你屋里去，我有事儿会叫你。爹，那我回去，你早些休息。乔老三嗯了一声，让他吹了灯，目送孩子关上门。黑暗中，老人无声的叹息。穆婉婉是不好看，好在人品还可以，他这辈子也没别的愿望，就盼着能在死前能抱上孙子，九泉之下对孩子他娘也有个交代。乔明渊出了正屋，就在院子里徘徊。他抬头看了看东屋，十分无奈。正犹豫着，乔老二打门口走过。明渊，你不去睡觉，怎么站在这儿？是不是你爹？二伯，我爹没事，刚喝了药歇下了，我也去睡了。这一下，乔明渊不敢再待，一咬牙，只得进了东屋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没地方住。大哥，要睡这里？我打地铺，你睡床。说罢，他起身去翻找被褥，在床前铺了地铺。穆婉婉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，等明白乔明渊是认真的，也跟着闹了个脸红。我平日里都在镇上，回家的时间不多，回来时我就睡地上。你跟爹不要提起这事儿。我在家的时候你就多担待一些，可好？大哥，你平日里辛苦，你睡床，我睡地上吧。地上湿气重，女孩子不能睡地上。他不答应，不多时熄了灯，就径直躺在了地上。一夜无话，穆婉婉一开始有些辗转反侧，直到听到乔明渊细长的呼吸声，知道他已经睡熟，才慢慢的也睡着了。第二天，男人们吃了早饭，乔老爷子带着乔老四和乔明渊下地，乔老大则去了私塾。二房两口子照例去码头卖饭。男人们下地后，女人们就开始在院子里干活。死丫头，又编错，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猪耳朵！院子里，白氏重重地拧了一把乔明丽，几下就将乔明丽编好的一小块草席扯了个稀烂。松松垮垮的，裹你的尸体你娘都不干，谁会买？死丫头贱蹄子，只吃饭不干活的蠢东西，跟你娘一样，半点出息都没有。乔明丽捂着手臂，一双眼睛全是眼泪，又不敢真的哭，模样要多可怜就有多可怜。乔家大门外，一个青年农妇手里拿着跨栏站在那里，在他身侧还站了一个13、14岁的小姑娘，跟身边那年轻妇女比起来，她年纪不大，煞气却很重，一双眼睛不耐烦地左顾右盼，眼底的蔑视压都压不住。哎呦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白松家的小娘子。白二婶子。
婉婉，来到夫家还习惯吗？白松家的，来都来了，赶紧进来喝杯茶，歇歇脚。白二婶子笑着应了声，正要抬腿进入乔家，她身侧的女孩已冷哼了一声：“婶子，我们又不是来喝茶的，我娘不是说了吗？来看了穆婉婉，拿了东西，我们就回去。”这位是……果然，白丽丽是真的来者不善，白二婶子拉都拉不住，她甩开白二婶子的手，上前一步，将手里的跨栏丢给穆婉婉，趁机翻了个白眼：“穆婉婉，你长胆子了是吧？三招回门你都敢不去？当初娘怎么跟你说的？你全当耳旁风了。”别以为你去了乔家就是他们乔家的人了，你不要忘了，将你从窑子里捡出来的是我家启生，我白家才是你的恩人，启生是因为你死的，你要是敢背叛他，九泉之下他做鬼都饶不了你。你是启生的人，以后你得养老娘。还有丽丽，她是被你拖累的，要不是你害死了启生，她定能嫁个好人家当少奶奶。老娘不管，老娘要是死了，你就把丽丽当亲娘照顾好。一阵话涌入穆婉婉的脑袋，让她十分头疼。穆婉婉低头，篮子是空的。冉氏和白丽丽这是什么意思？跟个呆子一样的东西，又懒又蠢，还站着干嘛？去给我拿点吃的，我肚子都饿扁了。白氏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她从没想到白家来的会是这样一个不懂事的小姑娘。李氏和罗氏的表情也十分难看。快点儿，信不信我回去就告诉娘。丽丽，你来乔家看我，我很高兴。不过乔家家里长辈们都在，什么都有长辈们做主。阿奶，我说的对吗？家里老的长得还没死绝，亲家妹子有什么话跟我说。好啊，穆婉婉，你这才到乔家几天，就连妹子都不认了。走，你跟我回去见娘，让娘跟你说两。他跳上前来，一把拉起穆婉婉就往外拖。穆婉婉没动，白丽丽拖不动她，反而往她身上扑去。啪的一声，却见白丽丽捂着脸往后退了一步。你打我！穆婉婉眼中蓦地冷了，她很确定方才她动都没动，这一巴掌是白丽丽自己打的。穆婉婉，你没有良心，你难道忘记了当年差点被人卖到窑子里去，是谁收留了你？是我哥。你来到白家，白家好吃好喝的带着你，可你就是个灾星，你克死了我哥哥。要不是为了救你，哥哥怎么会被打出窑子？你把我们白家害成这样，我娘没恨你，还费劲的帮你找了个好婆家，你是乔家吃香的喝辣的，娘家妹子来了要口吃的，你不但不给，还动手打人呐！婉婉，你的良心难道被狗吃了吧？丽丽，白丽丽顺势伏在了白二婶子的怀里，哭声更大了几分，同时悄悄地拿眼睛觑着周围的人。见大家都狐疑地看着乔家人，对穆婉婉指指点点，她笑了起来。白氏脸气得涨红，大家都在看乔家的笑话，她几辈子的脸都没今天丢得多。她一甩袖子，哼了一声，转身就往屋子里去了。你做的好事，也跟着进了家门。哎呀，都是
是误会。哎，白二婶子，来都来了，大家还是屋子里说话。白家妹妹也是，要吃饭，那总不能站大门口吃吧？白二婶子忙拉了拉白丽丽进了乔家。这年头哪家还没个趣闻？院落里，白丽丽被拉着进了乔家。婉婉，你再跟我作对，你信不信我把那件事情告诉你婆家，看以后他们还要不要你？你自己做的丑事，你别忘了吧啊！经他提醒，穆婉婉在原主的记忆里倒是想起了一桩事。有一天，白启生进城去卖猎物，白冉是借口说白启生会饿肚子，让穆婉婉坐牛车去给他送饭。穆婉婉信以为真，乖乖地拿了饭菜去上河村村口等车。怎料那天常往村子里跑的牛车没来，来的是一辆陌生的车。穆婉婉刚坐上去，白冉氏就带着白丽丽来了。他们一来就指着穆婉婉直骂，说她不守妇道，她竟然背着白启生偷汉子，还诬赖他手里的饭菜是给野汉子送的吃食。之后村里的人都说他是荡妇，让族长将他进猪笼。要不是白启生回来的比平日早，那一次他小命就交代在河里了。穆婉婉本以为这件事情已经翻过篇了，万万没想到又被白丽丽拿来做文章。乔家是书香世家，若当真知道孙媳妇有过这样的丑闻，别说是真是假，光是乔老爷子那爱面子的性格，他就再也待不下去。白丽丽人小，心眼还真不少，打蛇打七寸的道理拿捏得真不错。我没不管你们。他眼珠一转，白丽丽来了也好，白家就是悬在他头上的一把刀，不好好的解决这个麻烦，以后他想要走得远，保不齐这些人会一直来捣乱，他也休想得个安静的日子。没有，那你敢不听娘的话，还不带礼物去回门？娘怎么跟你说的？娘怎么跟娘跪着发的誓？你别忘了。我没忘。穆婉婉蹙眉，在原主的记忆里，临出发的时候，他确实跪在白启生的灵位前发了誓，要一辈子都照顾白冉氏，否则白启生将永不超生。白冉氏也是真的狠心，为了捆住穆婉婉，连自己儿子都不管了。白丽丽压根没客气，她自己拿碗盛了粥，见还有一些炒白松，她赶紧夹了一筷子在嘴巴里。一连吃了3碗，白丽丽终于打了个饱嗝。娘说了，以后你每5天回一次家，刚刚我给你的篮子必须装满。你在家里喝的是粟米，吃的是好菜，娘在家里就饿着肚子疼。娘是孝顺，就给娘多带点米啊、肉啊的。还有，娘的衣服破了，乔家给你做衣服了吧？给我拿来，我带回去给娘。乔家没有米和肉，我也只有1身衣服，你管我要这些，我去哪里给你找？没有，你不会想办法。做人家孙媳妇，家里有长辈在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难不成你让我去偷去抢啊？我不管你的，你是偷是抢，总之要把东西送到家里去。见他不肯动，白丽丽等不得，自己上前抢过跨篮，就往篮子里装东西。乔家的灶房里堆着2房要做去码头卖的菜，他不顾穆婉婉阻拦，往跨篮里装了不少。婉婉，我这就回去了，出来这么久，娘肯定等急了。娘知道你这么想她，一定很开心的。白氏立即狠狠地瞪了一眼穆婉婉，这贱皮子真敢把乔家的东西往娘家搬。白二婶子也很吃惊，
连连看了穆婉婉好几眼，忍不住摇了摇头。白家那母女俩真是吃定了穆婉婉呢。姑奶奶，我出来久了，怕娘等着急，这就回去了。婉婉在这里过得好，我娘肯定能放心。娘说婉婉就是她的心头肉，以后我们两家要常走动。白氏哼了一声，没接话。这样又吃又拿，完全不把自己当外人的人家，他可要不起。瞧你娘这话说的，还没听说过二嫁姑娘前婆家跟婆家做亲家。以后啊，大家还是别见面的好，这关系处得跟亲家一样，大家少不得尴尬。以后姑娘死了，埋你白家的祖坟还是埋我乔家的祖坟啊？白二婶子脸上再也挂不住，拉了一把白丽丽，转身就往外走。不送！白氏气得浑身都在抖。娘，你别气，气坏了身子，老大要心疼的。你给我滚去跪着！白家那丫头拿了多少东西，你就少吃几顿饭。说罢，径直带着李氏钻堂屋去了。穆婉婉认命地跪着，想起白丽丽的话，心中就一直盘算起摆脱白家的事情。怎么跪在这儿？是阿奶罚你的？他三两句话将方才的事情讲了。二娘，阿奶不让我起来，别管我，免得阿奶生你的气。等明渊回来，你就能起来了。穆婉婉点点头，于是一步三回头的转身就进了灶房忙碌。今儿甭管罗氏做不做，他得加紧做好饭菜，才好去唤男人们回来吃饭，否则婉婉就起不来身。又跪了大半个时辰，每日里的这个时候，乔老二就要往地里去喊人。他刚准备出门，李氏已走了出来。老二，娘说今日地里的活干不完，爹他们不回来吃饭了，让你们送去。不好吧？在地里怎么吃啊？又没桌子又没凳的，难不成要让爹他们搁地上吃啊？那到底是吃饭呢，还是吃土呢？再说了，往日里都是回家来，今儿让几个大男人凑地上坐着，让人看见了像什么话？不知情的还以为是哪儿来的要饭的，要是谁给爹吹吹风，爹指不定还生谁的气呢。老二，你快去叫人，一会儿菜凉了。一番话当真是捏着白氏的软肋。乔老爷子最好面子，要真是损了他的面子，那气头不得了。让他叫去。要说丢脸，今儿乔家的脸早就丢地里捡不起来了。李氏则满脸阴郁，他冷笑了一声，转身进了堂屋。不过他很快就高兴起来，刚想打压穆婉婉，穆婉婉转头就亲自送把柄给他。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他当然是要用好。娘，老二这是要给穆婉婉搬救兵来说情呢。哼，谁来也没用，他穆氏做出来的丑事，还指望谁求情？娘，不是我替婉婉说话，这事儿也怪不得她。白家好歹是她以前的婆家，她总不能不管吧？人的心都是肉长的，向着那边嘛，也是情有可原。毕竟她才跟我们鸣冤几天，可是跟了白家1年多，你说是不是？哼，我当初就不该让他进门，胳膊肘向外拐的东西。他当然也听懂了李氏的言外之意，越想这桩婚事就越觉得后悔。白家要总是这样来又吃又拿的，我们乔家就是大户人家都不够他搬。这一家子有老有小的，总不能照顾了外人，让自家人饿肚子吧。
别的不说，你和爹年纪大了，一辈子劳劳碌碌到了头，连口好的都吃不上，我真是心疼你们。今儿那白家小妮子拿走的那些东西，换一篮子鸡蛋回来总能吧？白氏不说话，他在心底盘算，就知道李氏所言不假。他脸皮直抖。娘，明鹤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回家来了，这次回来他怕是要瘦不少了。白氏嗯了一声，心中已有了主意。不多时，男人们都回来了。乔老爷子先进门，瞧见穆婉婉跪在堂屋门口，他什么也没问。紧接着，乔明渊进了院子，在他身后，乔老二憨憨厚厚地笑着，对于是点了点头，意思是他都跟乔明渊说了。先起来吧。阿奶还没同意。乔明渊见他一副小媳妇的可怜样子，一路走来的火气反而全消了。见他双腿打颤，站都站不稳，又蹲下去替他捏了捏膝盖。他力度不轻不重，拿捏得挺好。大哥，谢谢你，我不疼了。你先回房去。两人正说着话，乔明路那小子出来了。你丑八怪，阿爷和阿奶让你滚进来。你叫谁丑八怪？这是你二嫂，没大没小的。整理了一下衣服，穆婉婉拽了拽乔明渊，一同进了堂屋。大家都在饭桌上坐着呢，乔老爷子脸色难看，见穆婉婉进来也没骂他。明渊，有个事儿，阿爷需要同你商量一下。你爹如今缓过来了，你也看到，穆氏这性子不适合留在我们乔家。阿爷阿奶的意思是将他送回去。阿爷，婉婉已经上了我们乔家的宗谱，我未曾休妻，没有送回娘家的道理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然穆氏才来这么几天，起初之罪已犯了不少，就是休妻回家，旁人也无话可说。别的不提，光是他险些气死你爹这一点，乔家就留不得他。我爹的病是拖出来的，不是婉婉气出来的。婉婉将我爹从鬼门关拉回来，对我乔明渊而言就是恩人。大伯，你教我读书识字的道理，我虽然读的不多，但我也知道做人不可恩将仇报，我是不可能休了婉婉的。再说，婉婉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将她休了，家里少不得又要掏钱给我办婚事啊。贺哥的束修就要10两银子吧，家里已经被逼到要卖银器的地步了，哪里还能多得出银钱来置办？屋子里一阵安静，乔老爷子不说话。白氏和李氏面面相觑，乔老大爷闷声不说话了。可如果送走穆婉婉会威胁到儿子乔明鹤的前途，他第一个不答应。白家那边做的确实过分了一些，但我问过婉婉了，那白家小姑子一贯是这样的，婉婉也拿她没有办法。不然这样，阿奶是上河村嫁到乔家来的，论起辈分来，白家那小姑娘要喊阿奶做姑奶，阿奶在上河村是长辈，不如阿奶出面找人去跟白家说道说道，大家都是亲戚，不顾着一个面子，还得顾着一个里子，撕破了脸皮，大家面上都不好看。阿爷，你觉得如何？既然这样，你明儿就去大舅哥家走一趟。这不好吧？如今都忙着下地，怕是大哥不得空管我们家的事儿。不会，牵扯到大房的利益，乔老大的立场跟乔家人一致。娘，大舅一向都愿帮咱们的，只要娘去开口了，大舅说什么都不会推脱。是啊，娘，这事儿除了你，怕也没人能办得了。那我去试试。吃饭。白氏没能将穆婉婉撵走，反而给自己找了个麻烦事儿，心头的火腾腾的往上冒。
牧师，你给我起开！我没准你吃饭，你今儿就别想上桌。阿姨、阿奶，我先回房照看我爹了。我出去了大半天，也该去看看我爹。不想吃就滚，别浪费我的粮食。反了，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。那牧师到底有什么好的？就这鬼样子，还将你迷得七荤八素找不到北。再这么下去，怕是家都要搅和没。乔明渊刚迈出去的脚一顿，他停在那儿，眼中苍凉极了。家，从他娘离世的那一天，他就没家了。闭嘴，吃饭。乔老三看着窗外的烈日，心情十分激荡。病了这么多年来，这还是他睡的第一个好觉。乔老三醒来时，第一次觉得燥热的心安静了下来。他看着那桌子上摆着的药碗，一时间对生的渴望翻涌起来。婉婉，我听见堂屋那边在吵闹，是出了什么事情？没事，阿奶想回一趟娘家，同阿姨商量着呢。哎，是挺久没往来了，娘想回去看看，也是应该的。爹，你现在觉得如何？爹的脉象比昨天平和了许多，这样一直吃下去，再过几天，爹就能好起来。这胸口还是闷，先前睡了一觉，这会儿还是觉得喉咙痒痒的，像是什么卡在那儿，咳不出来，又咽不下去。还有胸口里火烧火燎的，烧心的很。婉婉，你给我喝些冰水，我怕是会好受一点。爹躺太久，肺热是难免的。我一会儿在药方里加点清火的药，爹连着喝上一天，明儿就会觉得好许多。爹今日是好了很多，一口气能说这么多话，是好事儿。什么好事儿？乔明渊恰好掀开帘子进来，穆婉婉便将乔老三好起来的事情又说了。当真，爹能好起来了？不过爹常年躺在床上也不是个好事儿，该出去走走，沾沾外面的新鲜空气，人的精神头才能来得快些。我背爹出去走。大哥，爹还虚弱，你就是背着他也不舒服的。我以前在镇上看到过有人走不了路，家里帮忙做了轮椅，能推着走。轮椅？那是什么？别人能做的话，我也能。大哥，你要是能做出来，爹就能下地了。好，不难，只是需要韧性好的木头。我得上山去找。大哥，我同你一起上山。自打目睹了乔明渊被逼迫，又被白丽丽威胁，加上答应了乔明丽要带他到镇上去过好日子，穆婉婉赚钱的心空前迫切了起来。乔明渊带了斧头，穆婉婉则背上背篓，拿了小锄头，跟在乔明渊的身后，亦步亦趋地往山里去。大哥，我想去挖些药换银钱，爹的身子耽误太久，需要好好补一补。那些能补身子的药材哪一样都很贵，阿爷不肯拿钱出来给我们，就得靠我们自己想办法。等将来爹好起来，钱还可以存起来供大哥读书。我知道你不想我做这些活，是怕我辛苦，可是我不辛苦的。比起这些来，我更害怕被送回白家，然后又被卖给别人家。我不会让他们把你送走的。我相信大哥，所以我也要为大哥做些什么。等以后我们有钱了，阿爷和大伯他们会不会又来抢我们的东西啊？哎呀，我就是担心啊，好不容易挣到了钱，被他们拿去，
供贺哥读书。是啊，挣了钱有什么用？阿爷和大伯他们会用各种理由拿走，他是无所谓的，可爹和婉婉呢？突然间，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胆念头在乔明渊的脑袋里闪过。婉婉莫怕，以后不会有人来抢我们的东西。再过些日子，我想办法让阿爷分家。分了家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只是大伯他们会同意吗？乔老大那精明的样子，分家的事情怕不容易。还有阿爷，阿爷一直都说一家人就要和和睦睦，心往一处走，力往一处使。在村子里素来有父母在不分家的说法，要是让村里人知道乔家二老还在，小辈们就分了家，怕是要成为下河村的笑柄。阿爷那么爱面子，一定会反对。这件事要从长计议。分家急不得。婉婉，你放心，我答应了你就不会食言。我明天就要去镇上了，你在家里不要跟他们起了冲突，我怕你吃亏。村里人赚点钱不容易，赚钱的法子你不要露了出去，否则别人眼红。人心隔肚皮的，我怕你会有危险。我知道。穆婉婉听得心中暖暖的，乔明渊从未嫌弃过他，这也是他一直想要回报这个人的原因。乔明渊自去寻合适的木头，让穆婉婉在附近不要走远，穆婉婉也跟着自顾自地去寻药。不知不觉中，穆婉婉已经渐渐偏离了乔明渊的视线，走进了深山里。空间里的药材越来越多，除了一些常见的药，穆婉婉甚至还找到了很难得见到的一些好药。这是人参啊！人参多长在纬度偏高的地方，其他地方也有，但极少出现，能发现一颗都不容易，像这样的一小片更是难得。这么6、7颗，给乔老三留3颗，他至少还能留3颗去换银子。有了银子做本钱，他发家致富的路就不远了。他小心翼翼的一番动作，大半天之后，总算将这一小片人参连根弄了出来。乖乖，我这狗屎运了吧？本以为只是几株人参，没想到这是宝藏啊！穆婉婉不算特别懂鉴定年份，但从外表来看，这几株人参都是上百年的宝贝。大哥，你看，我找到了什么？这是人参，可以带回去给爹补身子的。这种人参很难得的，搁药材铺子里，怕是得几两银子才能买下来呢。大哥，我运气真好，咱们正愁没银子呢，老天爷就给咱们送来了这个。等明天我同你去镇上卖了药材，我要给爹买一只鸡回来炖点汤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我扛好了木柴回头去寻你，结果没看见你人，喊了半天也没听到声音，我怕你遇到了野兽对付不来。大哥，都怪我没留意，走太远了。没事，不过你以后还是不要一个人来了，我看你这个药材的生意不稳妥。我没有怪你的意思，只是你一个女孩子初入大山，就算没有碰到野兽，摔了跤伤到了哪里，连个拉你一把的人都没有。如果你非要来，也得答应我，不要走太远。好。此时乔家人已经全都上了桌，穆婉婉和乔明渊刚走进来。阿奶，这个丑八怪又来了，你快把他撵走。哼，把我的话当放屁是不是？这个家我还做不做得了主了？阿奶，如果婉婉不能吃家里的饭，我明天回镇上也要把婉婉一起带走。那不行，他走了，谁来照顾你爹？你爹现在刚刚好起来，正是离不开人的时候。你二伯和二娘早上要忙着卖饭，我们也都有活要干。他是你媳妇儿，不留在家里照看是不孝顺。
再说接木氏去镇上，账房会同意吗？账房管着你吃住，是你在干活，难不成人家还能白养闲人？婉婉有手有脚，可以在码头上帮忙烧水送茶，掌柜的不会说他什么。宁渊，你这个想法要不得。你把婉婉带走了，且不说你爹有没有人照顾，就说账房那边，你们2个人干2份活，拿的却是1份工钱。就是，家里的活你不干，好去跟人家白做工，哼，真是吃里扒外。这个丑八怪怎么能去镇上？阿奶，你今天不是还说以后家里多了个人手，要把喂猪砍柴的活都给这个丑八怪干吗？别一口一个丑八怪的，我再说一次，这是你二嫂。大伯，你要是不管陆小子，迟早会因为这张嘴闯祸。阿姨，婉婉是你们替我选的媳妇儿，是拜了祖宗的。明路这一口一个丑八怪，让外人听见了又当作何感想？人家不会说我乔明渊命不好，只会说乔家人刻薄我爹，欺负他瘫痪在床，没了婆娘，任凭孩子被人蹉跎。谁敢？旁人敢不敢？会不会说？阿爷你不知道吗？乔老爷子的脸沉了下来，对于乔明渊这桩婚事，他心底多少有些亏欠。如今被乔明渊这般揭露，他有一种被人捏住了软肋的感觉。带婉婉去镇上的话，不准再提。婉婉留在家里照顾你爹，吃饭。他一声令下，便不准任何人再开口。乔老大和李氏憋着不乐意，乔老大看了好几眼乔明渊，眼中疑惑更深。这段时间不见，怎么感觉这小子长了心眼儿？这次乔明渊回来变化很大，从前要是遇到这种事，多半急眼的是他，如今却异常冷静，甚至还懂得以退为进。吃了饭，于是和罗氏忙着将碗筷盘子等都收回灶房去洗。老大，留一下。李氏喜笑颜开，他捏了捏乔老大的手，春风得意地扭着腰先回房。穆婉婉和乔明渊也离开了堂屋。明路这小子太不像话，没大没小的，你平日里懒着养他，我不管，别把我孙子教坏了。穆婉婉斜眼看了一眼乔明渊，扑哧笑了出来。你笑什么？你这是一石二鸟啊。看破不说破。不过阿爷骂不了几句的，叫大伯留下还是为了赢钱的事情。贺哥要交束修，家里钱不够，阿爷要卖掉家里最后那套影机。你不信在这看着，一会儿大伯出来准是春风满面的。穆婉婉当真等了一小会儿，果然不多时就瞧见乔老大抱着个小木箱子从堂屋出来，嘴角上翘，甚至还哼着小曲儿。乔老爷子这心当真是偏得没边儿了。爹，我回镇上做工，你要按时吃药啊。过几天我回来看你。好，要给东家好好做工，不要挂念我。爹，轮椅我做好了，昨晚试了试，能推，只是有些涩，怕是不好用力。晚点我让民警过来，再帮忙看看哪里没弄好。爹，婉婉说了，你要多出去走走，透透气，你得听话。好。在家里别受委屈，有事你就到码头上来找我。你快去吧，我以后要常进城，你不用挂念我的。乔明渊这才点头，同乔老大等人一道去了镇上。二嫂，该不是今天想偷懒不回来了吧？哎，爹都回来了，他再不来，娘肯定要我去干活。怎么一回事儿？一个婆娘家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的，大
大中午还不知道回来。依我看，当初就不应该答应老二，让老二带着他一道去。女人做什么生意，简直是丢乔家的脸面。就这德行，难怪生不出儿子，净给我生赔钱货。二伯和二娘还没回来，没跟你说今天会晚回吗？没有。二嫂，你说我娘会不会出事了呀？不会，别自己吓自己。我真的害怕。又等了片刻，才见罗氏喜滋滋地叫了起来：来了来了，大哥和二哥他们回来了。乔家人都涌了出来，牛车晃晃悠悠地停在乔家大门前。乔老大率先跳下去，脸色格外阴沉。那个天杀的霸王，这明摆着欺负乡下人呐！老大老二，这是遇到贼了？土匪，遇到的是土匪。今儿送乔明渊进城，乔老大顺便要去将那套银器卖了，给乔明鹤送去教束修。好不容易办完，就见码头上来了一伙人，直奔乔老二的摊子上去，开口就管乔老二家两口子要保护费1两银子，抢了扁担板凳的一顿乱砸，将乔老二家的摊子砸没了，还扬言以后看到他们见一次就打一次，谁敢来他们家吃饭，照样也是一顿打。爹，码头上的生意是做不下去了。哎呀，这些天杀的，做的什么孽呀？李世泽完全懵了。老大乔明鹤的书不能不读，眼见着老二乔明禄也到了要上学的年纪，没了营生，难道要他自己供？乔老四老实巴交的，倒没想到这些关窍。罗氏想到了，他却心里有些幸灾乐祸，没了那摊位更好，以后于是没理由出去，宫中的活计少不得得多干一些。同样的，乔老二在家，他男人也能少干一点地里的活。于是将饭桶等物搬到灶房后，就一直没出来。穆婉婉懒得再看院子里的这些人，签了乔明丽，转身去灶房寻他。二娘，摊子没了就没了，以后咱们再谋别的出路就是。那些地痞流氓不好惹，没伤到人已经很好了。虽说摊子上挣来的钱不算多，交给宫中后没剩下几个子儿，可总归是个营生。这几年下来，我也攒了点银子，想着将来我名利出嫁，我能给孩子多添一点嫁妆，免得婆家看不起他，处处被婆家人糟践。如今我是无所谓的，反正赚来的钱自己也花不到多少，我就是心疼名利。娘，不要了，我将来不嫁人，娘就不用发愁嫁妆了。哎呀，那伙人又打又砸的，就不能报官吗？哪能报官？那其中一个就是县城家的儿子。难怪肆无忌惮。穆婉婉叹了口气：二娘别哭了，咱们再谋别的出路。你哭成这样，二伯和明丽看了会伤心的，哭也不是个办法。实在不行，二娘，你以后同我一道上山采药去。
爹娘，这下可咋整？码头上的卖饭生意是不能做了，城里的人不好惹，老二媳妇儿被盯上，不交银子是肯定不会放过的。那以后明鹤的束修学杂都要钱呢。老二还是继续到码头上去做搬工，好歹能得点银钱。马上秋收了，等秋收过后，老四还是继续把货郎的生意走起。乔老四闻言抬起头，一脸欲言又止。要是这个赚法，怕是一整年下来都不够明鹤的学杂费啊。束修的事情再说，今年已经交过了，明年还有时间，许会有别的出路。你们几个也别闲着，以后家里的活也别霍霍那么多人。老大媳妇儿有点手艺，上次三婶子还夸你绣得好，拿到绣坊去卖，换点银钱没什么问题。李氏听罢，心头一个咯噔。他刺绣是从前在娘家的时候学的，他们李家在河口村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他爹也是同生老爷出身，有些家底。嫁到乔家后，地位自然跟其他女人不同。编席子的活你们都是会的，以后不出去就加紧做些席子，趁着天还没全亮，能攒多少攒多少。你明渊媳妇儿，明渊在镇上做工，得来的银钱已经给了宫中，按理来说家里不好让你做什么。这是要给他分配活了，那不行，他还有自己的营生要做，哪能将时间全耗在家里？阿姨，我手笨，不会编席子，昨儿学了一早上，就被阿奶骂死了。宫中的活我做，做完之后，我想做点别的小生意。你一个女人家，抛头露面做什么生意？一听他不肯，李氏第一个急了。没看到你二娘的下场吗？做了好几年，还不是让人像撵狗一样灰溜溜的撵了回来。就你能做什么生意？上大街去管人要饭呢？也不是什么大生意。我不是会认药吗？我打算挖些草药到镇上去卖。阿姨，我昨天跟明渊到镇上的时候，也跟药铺的掌柜说好了，他们说药材。大药铺都有专门的人供药材，小药铺自己采来也够用，谁会要你的？有些他们没有的，也会要的。咱们背靠大山吃大山，好多药都有，药铺的伙计却不愿意跑这么远来采的。能卖多少？我还没去卖过，打算明天去试试。你一个小姑娘家的，别被人骗了，你大娘跟你一起去。乔老大眼珠一转，这是想掏他的底呢。我对镇上不熟，大娘跟我一起去，再好不过。好好好，我一定帮你好好斟酌斟酌。一旁的罗氏听罢，眼中露出几分羡慕。他不想待在家里，也想出去自己挣点钱，像二房一样。虽说都给了宫中居多，可每年赚上来多少都是他们自己说了算，藏没藏私谁知道呢？自此穆婉婉经商的事儿就算过了明面。你个懒婆娘，要采药就早点去，一会儿太阳落山，你阿爷他们都回来了，你还没动，像个什么话？我告诉你，今儿要是采不满这一背篓，回来看我不打死你。跟谁学也别跟着老四媳妇学，整天净干些偷懒耍滑的事儿，丢人份儿的。娘，我没有偷懒。还敢顶嘴？老娘上午就编了一床，你半床都没整出来，你当老娘眼睛瞎了？没看见你一会儿要上茅房，一会儿要喝水的，怎么不直接在茅房又喝又撒？便宜！我手慢，哪比得上娘利落？
哼！穆婉婉不想再听啰嗦，背了背篓锄头，独自往山上去。知道山里有宝藏，他寻宝的心是迫不及待的。从昨天乔明渊带着他走的路进山，他便沿着山路一路寻去。能卖钱的普通药材自然是要挖的，好药材也绝不可放过。到了镇上，乔老二要去码头，穆婉婉便将背篓背上。婉婉，要不我还是跟你们一起去吧。不用，有我陪着婉婉出不了什么问题。二弟，你快去上工吧，晚了是要扣工钱的。我认得路，不会走丢。说罢，推着穆婉婉往药铺去。两人很快就到了药铺门口，李氏很兴奋。婉婉，是这家吧？这么气派，开的价格肯定不便宜。走，咱们这就进去。他们家不收。不去问问怎么知道人家不收？说罢，他不等穆婉婉回答，率先就往金医堂里钻。看病还是拿药？都不是，小二哥，我们自家挖了些药材，想问问你们收不收？乡下来的吧？做生意都做到我们金医堂来了啊？也不多去打听打听，这是你们这种乡下没见识的人能来的地方吗？啊？我们金医堂那是京城里都有铺面的药堂，一应用药都是最好的，用得着你这乡下挖来的货色吗？你看一眼，真的都是好药。好药？能有多好？是天才还是地宝啊？是人参还是灵芝啊？啊？唉，不怪是乡下人，真没见识，几根蒲公英也能当宝贝。走，不看病不买药就别杵在这耽误我做生意。走。一阵炮轰将李氏从金医堂轰了出去。穆婉婉想起上次金医堂小二的态度，自己也不愿意上门去看旁人的嘴脸。她好笑地摇摇头，带着李氏往百草堂去。邱掌柜，我挖了些药来，您看店里收不收？哟，还真挖来药了，我瞅瞅。穆婉婉将背篓放下，秋实便上前来翻看。眼见着夏秋交替，正是风寒盛行的时候。这些我都要。多少文呢？这位是……秋实见他脸生，不由向穆婉婉身后张望。上次跟你同来的那小哥呢？我大哥在码头做工，这是我家里大娘。掌柜的，这些能卖多少文钱？以后你这儿还要不要啊？那秋实从医40余年，什么样的人生百态都看尽，对李氏这副嘴脸并不陌生。这些晒干了，没多少，给你60文吧。最近柴胡用得快，以后挖些柴胡会好卖一些。蒲公英就不要了，店里还有很多。好，掌柜的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行吗？我没压价，这个价你走遍整条街都是最高的。就按照掌柜说的算。这笔生意就成了。拿了钱，穆婉婉看也没看，径直给了李氏。大娘，这钱你拿着吧，看看家里要添点什么，带些回去。我想去看看明渊，一会儿再去码头找你们。好。李氏拿了钱，喜滋滋地走开。穆婉婉却没马上离开百草堂。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？方才不方便说，这会儿人都走远了。邱掌柜，让您见笑了。无妨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这下可说了吧？穆婉婉伸手在袖袋里掏，将前天挖到的药材凝神从空间里取了出来，轻轻放到秋实面前。您看看这个，您能给什么价？
你从哪儿弄来的？这成色少说也有100年，他委实吃惊。这可是人参呐，咱们这地方很少能找到，我这小店里也难得有1、2根存货的，就你手里这一根，怕是对面京一堂也找不出更好的来。一时间秋实面容复杂，眼前的少女总是给他惊喜，原以为一个乡下丫头给不出什么好货，不曾想还有这样的宝藏在里面。姑娘，货是好货，就是我这里小本生意，没什么银钱。你这一根人参少说也要几10两银子，我怕是收不起。这样，你拿到对面京一堂去，他们那边至少给你这个数。50两。穆婉婉一听这话，顿时就松了口气。她不太了解古代的物价，原本期待能有几两银子就可以做本钱，不曾想一根就是这个价。掌柜最多能给多少？我铺子小，最多能给你20两银子。那好，就20两吧。我跟邱掌柜有缘，第一次进城来的就是掌柜的药铺，掌柜的不嫌贫爱富，我很是钦佩。须知医者仁心，对面京一堂给的价格再高，我也不愿意卖给他们。似他们那般唯利是图，配不上这种绝好的天才地宝。掌柜的，我以后有好东西还卖给您。我是下河村人士，我叫孟婉婉。邱掌柜，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。秋实已震惊地说不出话来，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穆婉婉，眼中露出金光。行医多年，他自问早已看透世事人心，第一次觉得自己看走了眼。这姑娘了不得。好，姑娘不是一般人，老夫也不扭捏。这是银子，你收好。他摸出2锭银子交给穆婉婉。多谢邱掌柜。婉婉，你爹的病如何了？也好了许多。生意做成，又约定好下一单生意，2人便有了交情。你采药卖药维持生计应该不难，你兄长怎么还在码头做工啊？看他年纪也不大，镇上像他这么大的男娃都在学堂读书，很少出来做活啊。我大哥也想读书，只是苦于没有交束修的钱。怎么会？学馆束修并不贵呀，只要不买书本，1年2两银子足够了。我堂哥在镇上的修文学馆读书，说是1年的束修是10两银子呀。修文呐，你们常年在乡下住着，不太了解这些学馆。其实说起来，修文学馆建馆的时间不长，左右不过20几年，烟馆里接连出了不少秀才，才名气大了起来。学馆是越修越气派，束修越要越高。可要说起本事，他们走的不是正路，反而是镇上的名扬学馆，100来年了，笼统出过2个状元，100余个进士，是真正的渊博大家。既然名扬学馆那么厉害，怎么大家还会赶着去修文学馆呢？哎，但凡读书人，骨子里都有几分清高。如今名扬学馆的馆主是个秀才，学识好，只因得罪了抚州，这么多年来屡试不中，心中藏了傲气，越发不懂变通，不会走关节，也不会铺名声，渐渐的找不到好苗子来学馆。如今在名扬学馆读书的，要么是镇上普通人家的娃儿，要么就是乡下送来的孩子。孩子们读书的时间有限，学馆收的束修不高，也没有什么钱来修缮。名扬学馆呢，
眼见着是要没落了。穆婉婉闻言，下意识地蹙眉。他有了主意，乔明渊是一定要读书的，不参加科举，一辈子都别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就去名扬学馆。邱掌柜这么感叹，难道您跟名扬学馆的馆主是旧识？旧识算不上，他母亲常年病着，总来我这里抓药，故而认得。那他母亲是生了什么病啊？咳症，好多年了，如今眼见着已经入了膏肓。前几天他女儿来抓药，瞧着眼睛都是红的，少不得哭过。穆婉婉便留了心，他再三谢了秋实，心中默默算计着要如何打通关系，才从百草堂离开。他不知道，他走后，秋实站在门口对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。今儿我铺子里来了个挺有趣的小姑娘，替她兄长多方打听学馆的事情。我推荐她兄长到你这儿来读书，学馆的事情到前院报名即可。你特意跟我说做什么？那小姑娘谈吐文雅，举止有度，虽说长相丑陋了一些，但我总觉得不像是普通人家出来的。他那兄长我也见过，年纪不大，偏生比常人沉稳。若是到你这里来读书，多多加以栽培，应该是一棵不错的好苗子。你也闲置这些年了，是时候收个弟子传你的衣钵。名扬学馆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。我不收徒，我知道你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儿，可事情都过去几十年了，没必要总跟自己较劲。你听兄长一句劝。那就看看，人来了再说。穆婉婉呐，老夫欠你一根人参的人情，这回算是帮你忙了。至于你兄长有没有那个福气成为丁宝林的弟子，就看你兄长自己争不争气了。大哥，穆婉婉很高兴。你猜我刚刚去了哪里？卖药。乔明渊好笑地看着他空空的背篓。二伯方才就跟我说了，看来你生意做得不错，都卖光了。是邱掌柜收的吗？卖了60万。大哥，我还把上次我们去山里挖到的人参给卖了这个数。2两银子？不是，是20两。20两？乔明渊瞪圆了眼睛，他压住了声音，脸上隐隐现出担忧之色。你卖了几根？你后来是不是又一个人跑到山里去挖药了？不是跟你说山里野兽多，不准一个人去吗？你怎么一点都不听话呢？没有，我就卖了1根。掌柜的跟我说，那根人参怕是有100年了，值这个价。现在我们有钱了，你可以去学馆上学了。乔明渊的脸色顿时复杂起来。我还跟邱掌柜打听到，镇上的修文学馆其实不如名扬学馆，名扬学馆的束修还便宜，只要2两银子。大哥，我们就去名扬学馆，我算过，除了束修，就是住宿在学馆读书，我们也读得起。对了，你不要担心银钱，我虽是跟大娘同去，但我卖人参没给她瞧见的。还有，我听说去了学馆都要拜师，咱们就拜名扬学馆的馆主为师，他是个秀才，又参加过好多次的科举，经验肯定丰富。大哥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穆婉婉喋喋不休了半天，却没听见乔明渊回应。一抬头，他正看着他。
他不自觉地抬手摸自己的脸。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读书的事情不急，得让阿爷他们知道。他们知道就读不成了。穆婉婉嘟嘴。乔明渊也知道读书这事儿在乔家有多难，他正想叹气，忽见穆婉婉抬起头，眼里仿佛闪着光。不然大哥跟账房的商量，白天去学馆读书，晚上回来做工，码头进货出货，晚上也是要干活的吧？对呀，婉婉，你真聪明。就是大哥以后会很辛苦，白天读书，晚上做工，怕是撑不住。这个你不用担心。学馆早上是先生授课，中午会午休1个时辰，而到了下午呢，大多时候是温书。码头晚上上工是申时，中间还有很长的时间，足够睡觉。再说，只要能读书，哪里还有什么辛苦不辛苦的，就是不能睡觉他都愿意。你去过学馆？在码头不上工的时候，我会去学馆外偷偷听先生们讲课。大哥，将来你一定会是个有本事的人。乔明渊听了，眼中热切更深。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有一个人懂他，而且支持他。这种被理解珍视的感觉，让他眼眶一阵酸胀。我们现在就去明阳学馆报名。这不成，现在时机还不成，我得先跟账房商量一二。还有，这件事不能让大娘知道。对，穆婉婉一拍脑门，他怎么把李氏给忘记了？要是让李氏知道他们去了明阳学馆，乔家就得翻了天。大哥今天下了工就去账房问问，明天大娘肯定不会跟我来。等我进城买了药，我来寻大哥一起去学馆报名。两人说着话，李氏大包小包的回来了。得了穆婉婉的恩惠，他心情很好。你们小两口刚新婚就分开，是该好好说说话。明渊，你二伯呢？我们该回去了。爹娘，我们回来了。罗氏等人早从屋子里出来了，见李氏给乔明鹤买了东西，他眉头一皱。哎，大嫂，你不是说大冯没钱吗？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回来呀？明强明奇，你们也有。李氏早知道会有此一说，笑眯眯地递过去一个盒子，看起来跟给乔明鹤的差不多一样大，拿在手上的分量却轻得多。孩子们好久没吃过甜食了，今儿就买点给娃们解解馋。家里没钱，哪能这么霍霍家当？李氏，你手也忒散了些。娘，今儿我跟婉婉进了一趟城里去卖药材，你不知道那些平时看起来不起眼的花花草草，原来真能卖银子。一背兜的药叫什么柴胡还是柴虎的，足足卖了60文。掌柜的还说有多少都要。你算算，这一天就60文，一个月得多少钱？真的，就那些喂猪都不吃的草。娘，穆婉婉简直就是个聚宝盆呐！以后你可别提将她撵走的话，她能挣银子，咱们明鹤就有出路。哼，一直说她不能留在咱们乔家的人是你，我什么时候撵过她了？怎么，瞧着她能赚钱，你想把锅丢给老娘我啊？没良心的东西，这个锅老娘才不替你背。我跟你说个什么劲儿？我跟你爹说去。明丽，以后你不用编席子，你二嫂上山的时候，你背个背篓跟着她一起，也学着认些药。我都听阿爷的。明丽，下午我们就一起进山。好。明丽，今儿阿爷跟你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？以后阿奶再让你去编席子，你就说要跟二嫂上山不得空。娘，阿姨不会反悔吧？应该不会，如今家里需要银钱，你阿爷巴不得你能多挣些。你平日里就做不了什么重活，
草席也编得不好。如今能跟着二嫂学本事，你可要争口气，知道不知道？进了山里要护着你二嫂些，咱们做人要学会感恩，你背重一些，让二嫂背轻的，事事都要顾着她些。娘，我都记下了。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二嫂的。傻孩子，也要照顾好自己。乔明丽靠在母亲的怀里，想起方才李氏分发东西独独漏了她，难免有些委屈。娘，要是你能给我生个小弟弟就好了，阿奶就再也不会为难你，说不定也会对我好一点。娘，你再生个弟弟吧。于是眼中顿时酸胀，仿佛被触动了什么伤心旧事，于是心中涌起无数的委屈与无奈，一时间揪得心口一阵生疼。穆婉婉本想进来唤乔明丽的，不曾想看见这一幕，顿时停住了脚步。婉婉，你来了。要进山了吗？等一下，我去给你们装些水，在山上渴了的时候喝。说完，不等穆婉婉答话，放开乔明丽，先一步扭头往偏房里钻。穆婉婉略一想，跟着他也进了偏房。二娘，为什么哭啊？是明丽的话让你伤心了吗？因为明丽是女孩，这些年来在家里总是又挨打又挨骂的，我这当娘的看着心里是委屈。明丽想要个弟弟，我又何尝不想？可我身子不争气，早些年落了一胎，如今明丽都12岁了，再也没怀上过，怕是这辈子都怀不上。去看过郎中吗？家里不宽裕，没那个钱。二娘，我其实不单单会认药，切脉看病我也会一些。你要是放心，给你把个脉看看。哪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于是知道他是好意，这副身子早折腾坏了，他不抱什么希望，也不担心穆婉婉会医坏了他。穆婉婉捏住他的手，细细地把脉。二娘的病治起来不难，你只是当年小产的时候亏损了身子，又身心郁结，以至于内分泌失调，月性紊乱，排卵期总是颠倒错落，加上平日里操劳过度，身子的损耗补不起来，才一直不能怀上。这不是什么大病，三伏要调理一下，平日里多加休息，最多半年就能如愿以偿。当真？话音落下，于是的眼中绽开亮光，可很快他眼底的光就灭了。他暗暗摇头，看向穆婉婉。婉婉太年轻了，怕是医术还不到家，才敢放话说3副药就能好。从前他去看的那个老大夫，当时说得调理好几年呢。穆婉婉将于氏的反应都看在眼里，久病之人总容易讳疾忌医。二娘，我说几个症状，你且看符不符合。你夏天的时候怕热，手心燥热难忍，对吗？冬天畏寒，手脚冰凉，不捂暖和，怕是整夜都睡不着，对吗？于是豁然抬头，对。你月性一向不准，每月会比上个月晚上个6-7天。月性来时腹痛难忍，手脚酸软，尤其是脚踝那个位置，胀痛难安，经血带块，颜色暗沉，血量应该也不多，来的天数不定，可能会来3天，也可能5-6天都不走，对吗？对。你月性来时后腰和小腹会冰冷，腰部的坠痛感尤其明显，对吗？对，婉婉，能治吗？能治。二嫂，你只管信我，一会儿我上山去帮你采药回来，每日里你吃上3顿，
饮食上加点油水，放宽心，3副药就能好。谢谢你，婉婉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二娘别客气。我和明丽要出发了，我们早去早回。从偏房出来，于是脸上换上了笑，他得了信心，整个人都变得轻松起来，眼中载着无尽的希望。账房的掌柜姓陆，名叫陆琪。乔明渊半大个娃儿就来账房做工，陆琪没少照顾他。明渊，你真的把你的工钱让你大伯支用，那你以后吃什么用什么？你以后不娶婆娘了，